比亚迪的一辆大玩具仰望悠久在前几天的进博会上表演。之前说好1块钱一位的摇摇车，表演也很顺利，在最后的时间突然失控，直接台面上跑了下来，差点变无人驾驶。幸好是遥控车，没有发展到在展馆乱窜，只能说展台太小了，原地转圈转不过来。下次搞贵一点，2元一位的摇摇车，换个大点的展台。现在呢，2个车识别1个车位，看谁会停啊？好了吗？开始。L9 的高配 ，L8 的低配，同时1个车位，他会怎么办？吓我一跳，这理想汽车是真的想为了1个车位打起来了。原以为是2个高手，现在看是2个废柴。说好的500万内最好的 SUV， 现在变成一车一个250了。不会停车吗？需要帮忙吗？不需要。给你展示一个全宇宙最快停车。好。看看我这闺女啊，又开始给路人秀她的车了。就这个原地掉头，她今天一下午已经转20多把了，还在那儿转，我真服了。你们知道这是啥吗？这是腾势 Z9 的轮胎，一条轮胎2080。你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现在虽然不知道它这个轮毂多少钱啊，但是它马上要秀它的侧方了，等着看吧。猜猜我现在这个位置，侧方停车几把能进去？怎么着不得3把呀？3把是吧？对呀。我1把给你进去。行，你进，我看看你今天怎么进。我操！我咋听到有声音了？我也听到有声音。挺好的，确实停的，你说严丝合缝的啊。要不说现在这个女司机停车技术都跟以前不一样了。这个刮的没有我上次刮的严重。但你上次是胎啊，这次是轮毂啊。我记得上次我们刮轮毂应该是花了6000。真的情绪价值拉满，只是费点轮胎费点钱。但是在比亚迪的宣传中一点不费轮胎，并且在发布会上也在场地洒了水。但是随着配备这个功能的车越来越多，使用这个功能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马路上估计全是轮胎留下的黑印记，估计这个时候有关部门就要管一管了，因为那么原地拧，首先就是破坏道路上的标线以及车库的划线，再一个就是在路面上留下那个轮胎磨损的痕迹，很长时间都消失不了。那道路上的标线跟停车位的标线，那每天都得重新画。应该下次标配一个喷漆，损坏了下车自己画，毕竟方法总比困难多。比亚迪给人带来的惊喜还有更多，比如前几天的央视报道，硬要越野的方程抱抱8即将上市，央视配合比亚迪，直接给全国人民一个大嘴巴子。合作骗人，真的把观众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测试的挑战是模拟在雨天突发的交通事故，试验时自重3.3吨的豹8将以45千米每小时的车速和一台同样以45千米每小时的4.5吨重货车发生50%的偏置碰撞，而后再跌落8米的深坑。有没有觉得这个重货车有点奇怪？好奇的网友查了一下，这辆卡车为奥凌 CTX 2022款厢式载货车，整个车重量2.7吨，没有4.5吨。后面那方方正正的白色车厢比纸糊的强一点，用白色的不糊的，估计该拆的都拆了，连2.7吨都达不到。谁家是用不来做车厢的，还是方方正正的？这比亚迪的工作人员怕是有点造假过度了。激情对撞之后，这被挤压出来的褶皱看的人真尴尬。这可是要在电视上播放的，估计看的观众一下子小脑萎缩了。当然直观看效果也很好，就是表演过度了，看大货车被撞得稀烂，车头部分侵入严重，应该是前防撞梁也拆掉了，真的是用心。不过更尴尬的在后面，这么严重的撞击之后，排练好的是要掉进8米深的大坑当中，结果呢没掉下去。撞不糊的超减配大货车上要掉下去也很难，那怎么办呢？时间紧迫，聪明的工作人员一句话就解决，推下去就可以了。
用拖车把方程抱抱8给它推到坑里去。不影响测试，底部已经精确地挖好了坑，全部是松软的泥土，大于1公分的石头全部都挑出来丢了，防止划坏车漆。推下去就完工，后续就是一顿吹牛逼了。看的人真的很想笑，这就是明显拿观众当傻子玩。这款方程抱抱8还没正式上市就开始虚假宣传，应该是花了大价钱找的央视。现在网上没有一个汽车博主来说这个造假事件，估计是心知肚明，找官方媒体一起造假，就是要让所有人闭嘴。为什么连特斯拉在日本都卖不出去？先更新一下日本的最新油价：红色95号换算人民币7.25元每升，黄色98号换算人民币7.72元每升，绿色是柴油，换算人民币6.36元每升。日本资源匮乏，一滴石油都没有，但油价和我们差不多，同时平均工资是我们的3倍。在这种情况下，你会买电车吗？100公里3.3升的小电池混动，新车才8万块，平均工资1年可以买2.4台。这种环境和背景下，你会买电车吗？它不是最省油的。丰田最新的雅力士混动可以做到最低2.77升，但是这款最新的日产混动可以带来丰田和本田混动无法比拟的驾驶体验。发动机只负责充电，不参与驱动，做到了100%的电驱。大电池的增程车没有技术可言，但是小电池的增程技术含量就很高了。它的电池没有那么大，因为它不插电，多年以后更换电池的时候很便宜，同时它的电池寿命比插电混动和电动车以及增程都长得多。因为它们的电池扮演的角色不同，插电混动和电动车的电池，它们的工作职能是储能，储能型的电池寿命都比较短。而日产这种非插电混动的电池，它无限接近一种浅充浅放的电容。这款落地8万块的买菜车，内饰基本都是硬塑料，配置只能说够用，不大不小的高分辨率屏幕， 1.2 的3缸发动机加混动系统，动力还不差，100公里提速7秒左右。它的3缸机一点都不抖，可以立住电子烟。如果不够直观，我们可以换杯咖啡看看咖啡的页面。怠速的时候是这样的，我踩下油门，咖啡页面也基本平静。这台车最让我吃惊的是，丰田本田的混动最大的缺点就是亏电的时候发动机介入时的噪音，而这台车在噪音方面抑制非常好。在混动的后时代，在驾驶舒适性方面，我愿意投日产一票。电车和大电池的插混是不是我们的未来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欧美日韩的未来。但是中国汽车估计未来一片黑暗。广汽、上汽的净利润突然就雪崩了。根据最新财报显示，广汽今年前3个季度总营收740个亿，净利润总和竟然只有1.2亿元，同比暴跌97.34%，利润率连1%都不到了。这已经不是腰斩了，而是眉毛以下全都没了。广汽的日子不好过，上汽也是惨兮兮。根据上汽发布财报，今年前3季度总营收4304亿，净利润69亿，同比下滑39.45%。这个数据看起来好像比广汽要好蛮多，可实际上这2家大车企已经成了难兄难弟，因为第3季度上汽营收1425亿，净利润也只剩2.8亿元了，同比暴跌93.53%。这2家恰恰就是严重依赖于合资车的传统大车企，在合资车的巅峰时代，广汽、上汽几乎躺着就把钱给赚了。比如2018年广汽总营收723亿，净利润就赚了109亿。可如今呢，广汽3个季度营收740亿，净利润却只剩1.2亿了。时隔6年，广汽足足损失了107个亿的净利润。2019年上汽总营收8433亿，实现净利润256亿。现在呢，全年净利润想要突破100亿都显得十分艰难。从单季度来看，广汽已经由盈转亏了。第3季度广汽亏损了13.96亿，广汽呢则已经处于盈转亏的边缘地带了，距离单季度亏损只差1步之遥。这种局面如果不能得到扭转，第4季度的亏损基本就是板上钉钉的了。为什么会这样？核心在于2大原因，一是燃油车利润被价格战大幅压缩了。咱就说广汽大众旗下最畅销的几款车型，像帕萨特常年稳居国内燃油 B 级车销量前3名，即便到了今天，它也是全国燃油 B 级车的销量冠军。可2019年你想买一辆帕萨特，起售价就要18.99万元，顶配版卖到30.39万元，这个利润空间有多大呢？我们来对比2025款帕萨特就知道了。最新上市的2025款帕萨特最低起售价15.45万元，顶配的星空龙尊版报价跌至20.39万元，
就这个价差就高达5到10万了，而且最新款的帕萨特性能更强，配置更高，价格还更便宜。如果预算有限的话，2024款帕萨特起售价已经跌至12万多。原来一个没有20万你想都别想的 B 级车，现在15万左右就能开回家了。另一款上汽大众旗下的朗逸，2019年时没有10万块你想都别想，但现在呢7.99万拿下整个上汽大众旗下的车型，全都在疯狂的降价，包括途观、途锐、速腾、迈腾等，以前你想都不敢想的价格，现在分分钟现车提走。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自主品牌崛起了，国产新能源汽车竞争力上来了，合资车不降价就卖不动了。不仅上汽大众陷入价格战无法自拔，上汽通用也是销量惨淡，旗下雪佛兰、别克、凯迪拉克3大品牌都越卖越便宜了。凯迪拉克 CT4 将降到16万的区间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因为宝马3卖18万了，凯迪拉克 CT4 不降价根本就卖不动了。至于广汽的情况和上汽基本雷同，广丰、广本都差不多。队长就不重复讲了。二是电动汽车转型举步维艰，燃油车的利润被越打越薄，电动汽车业务却迟迟没有起色。上汽的电动车业务也分为2大块，一块是合资电动车，卖的比较好的是大众 ID 系列，一个月能卖1万多辆，包括 ID.3、ID.4、ID.4X 等。但上汽通用的电动汽车业务就没跑起来，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另一块就是自主电动汽车业务了，比如智己名爵，名爵在海外打出了名气，跻身欧洲市场前3名，与特斯拉、大众、ID 家族3足鼎立。可问题是，欧盟已经决定对上汽电动汽车进口强征 35.3% 的关税，这个关税对名爵电动车出口会带来多大的影响，还得观察观察。上汽自己就一直是个中规中矩、不温不火的状态了。其实上汽还推出过一个非凡电动车品牌，但这个品牌已经失败，被内部合并了。相比之下，广汽电动车业务比广汽好一些，主要得益于埃安打开了网约车市场，月销高峰突破5万辆。即便现在网约车市场慢慢饱和了，月销依然稳定在3万辆以上。唯一令广汽忧虑的是，埃安汽车迟迟没有打开家用市场，因为整个广汽集团销量不佳，史诗极地由盈转亏。传统车企已经算是全军覆没了，新能源车企也进入了淘汰阶段。哪吒汽车陷入生死边缘。根据财联社报道，哪吒汽车准备启动大规模裁员，裁员比例或将达到 70%， 但哪吒汽车否认了这个消息。哪吒汽车的回应是优化薪酬改革，调整组织架构。其实4个字足以总结降薪裁员，具体降多少工资，裁多少员工不好说，但哪吒汽车肯定是要拼命自救了。从当前局面来看，哪吒汽车至少面临4大危机。第一个也是最要命的资金链断裂，只要听这个词，距离公司破产倒闭就不太远了。哪吒汽车的核心供应商埃福特工业机器人发布公告称，哪吒汽车宜春公司拖欠货款4819.5万元，已经起诉至法院了。埃福特也不盼望这笔钱能拿回来了，而是直接做了坏账计提。一个公司好不好，供应商的感知度是远远大于消费者的。像乐视帝国的崩塌，也是从供应商上门催债开始的。一般来说，供应商不会轻易上诉到法院的，都是先上门讨债，上门讨债失败了才会诉诸法院。它背后暗藏的是哪吒汽车的现金流跟不上了，无法良性支付供应商货款了。第二个是员工危机，员工哪来的危机呢？哪吒汽车发不起工资了。此前就有自称是哪吒汽车的内部员工爆料哪吒汽车发不起工资了，但遭到哪吒汽车的否认。实际上呢，10月份哪吒汽车只发了一部分员工 50% 的工资，另外 50% 要等组织架构调整结束以后再发。为了节约成本，哪吒汽车也将启动大规模降薪裁员，工资越高的降薪越多。可问题是，现在正是电动汽车转型智能化的关键时刻，这时候大量裁员，哪吒汽车的研发还跟得上吗？试驾技术从哪里来？要是技术研发跟不上，裁员岂不是越裁压力越大吗？第三个是销量危机。9月，哪吒汽车卖了10018辆，10月份就没有交卷了，至今没有发布销量报告，月销1万辆。这个数据放在1年前还算不错的，不突出，但也算是中规中矩。可如今随着油电转换速度加快，月销2万才是生死线。小鹏汽车曾长期低迷，销量一度下滑至8000辆。但在 Mano M03 上市后，小鹏一改低迷，迅速月销突破2万辆。如今小鹏 P7 加发布，12分钟订单就超过1万辆了。按这个趋势，小鹏将成为中国第4家月销突破3万辆的造车新势力。小米更是凭借47这款车就月销突破2万辆了，跟哪吒一起起步的领跑汽车也逐步拉开差距。
月销稳定3万辆以上站稳脚跟，可哪吒汽车就尴尬了，既卖不上价格，也卖不动销量，均价不超过15万，销量还只有1万辆出头，哪吒汽车根本赚不到钱。第4个就是盈利危机了，哪吒汽车亏损太严重了，3年亏掉180亿，连投资人周鸿祎都着急了，亲自为哪吒汽车站台。周鸿祎担心自己的钱打水漂，多次帮哪吒汽车造势，但增程版哪吒 L 还是销量惨淡，销量上不去，价格也上不去，哪吒汽车深陷亏损泥潭难以自拔。周鸿祎作为投资人，也是少有成功的，像360投资的熊猫 TV 破产出局，奇酷手机也不见踪影了，如今再加上一个哪吒汽车，周鸿祎在重大赛道投资上几乎就没有成的，哪吒汽车大概率要变成周鸿祎投资生涯中的下一个败笔。从行业来说，留给哪吒汽车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综合看到现在为止，除了比亚迪一直靠国家的补贴在赚钱以外，还有那一家不算国产的国产车，上海的特斯拉。那么国内所有的车企都走到了赔钱的这种境地，没有哪家是挣钱的了。这就是现在中国的特色汽车产业，大家都在赔钱，就看谁赔的多谁赔的少，就看谁是真的在赔钱，谁是假的在赔钱。关键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感觉我们自己占到了便宜，感觉这个产业现在是欣欣向荣的，感觉我们的汽车的发展一定会越来越好，所以支持赔钱，支持亏损，支持所有的车企都赔钱都亏损，消费者一定会占便宜的。这种非常扭曲的市场，也只有中国看来还是属于遥遥领先。更大的危机是随着特朗普的上台，新一轮的外贸战将继续开打，整车出口必然就更加惨淡，也就是说未来至少4年时间，汽车行业将会陷入内循环，车企只能更多的抢占国内市场。但是国内的蛋糕就那么大，只能通过降价来抢占市场，本来就是亏钱卖，又要降价，车企势必会在汽车的质量与工厂的工人身上把这部分给找不回来。但是这样的情况下，能不能撑到贸易战结束，还是一个未知数。同学们加油！革命尚未成功，老蒋还要努力。我是给他改了。西安事变重演，错了，这次是宝安事变。